19号还有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让昨天发现了就是在直升机山区失事，扣完安全带也没有用，这是在国际间的重大消息。伊朗的总统跟外交部长坐在直升机上，最后坠机了，现在遗骸已经找到。我们看到山区的画面，这是在搜救的画面现场，看到因为浓雾密布这个山区坠落的片片的碎瓦几乎是已经找不到比较完整的碎片，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员生还。这上面坐的是谁呢？这个坐的是他们的总统以及外交部长。其中公布的事故现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温度这个很热，相仪都没有探测到任何的温度，全部殉难。包括了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也公开表达了意见，他说伊朗人民不用担心，国务不会中断。但到底是为什么莱西这位总统会突然坠机，在云雾密布的时候飞到山区市，而造成了因为天气而造成的意外吗？进一步原因还没有公布任何的消息，但是外界的揣测非常的多，尤其是阴谋论。怎么说呢？为什么会有阴谋论呢？反对派唱衰，赶快找到尸体。其中社群平台 X 名叫做恐惧警报这样的账号，甚至宣称说，最早报道直升机已经坠毁失事的消息是谁？居然是来自以色列。所以引发了暗杀阴谋论。为什么你先知道？为什么是以色列的媒体呢？还有伊朗的总统外长可能坠机，是刚好时间点发生在哪里？是在伊朗跟苏利文，就是美国跟对不起，是美国的苏利文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两个人见面之后，当中很大的部分就是本来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正要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出现了各种的施压，是不是有各种正常化要做什么？不知道。那或者是伊朗国内被敌人渗透，今年1月3号有个恐怖攻击事件，首席的核子科学家还被以色列派人暗杀，这些消息是不是都跟这个时间点有关？那以至于让沙国国王储萨尔曼亲王本来要访日的行程也因此延后。我们不知道是他真的病了，还是担心各种美国的压力，甚至担心坐飞机，因为听起来是真的危机重重。这个阴谋论也不是说大家随便猜猜而已，过去的确好几个事件都让外界有这样的联想。例如伊朗的一位核科学家遇刺案，发生在2020年的11月27号，这位被称为伊朗的核计划之父首席的核科学家是跟太太到乡下去度假别墅的高速公路上，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暗杀的。那么根据报道呢，这次刺杀行动是用人工智能跟人脸辨识技术，把这个枪械安装在一辆日产的皮卡车上面，通过卫星在线遥控，所以就直接攻击，让这位被暗杀的这个伊朗科学家被说神秘的死亡。那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暗杀名单上，被说还有好多位伊朗官员、科学家都在名单上，所以这次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过去哈马斯的领袖圣城旅指挥官被以色列直接精准空袭身亡的画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精准攻击呢，是直接用刀片、飞弹来攻击的。这个是哈马斯旗下的圣城旅指挥官哈比德被以色列的空袭模式精准击中坐车，最后刺杀身亡的消息那么各种的类似的案件发生的时候，都让大家怀疑阴谋论的其中可能性，包括斯洛伐克的总理遇刺，内政部也发布认为疑似是非最初估计的孤狼式犯案，有可能还有其他人背后的指使，让整个事件更为复杂。那么再有伊朗总统莱西的直升机硬着陆这件事情呢，居然以色列官方的发文是让大家匪夷所思的，他居然在官方账号里面公布说，友情提示，在浓雾中驾驶直升机并不安全，还讽刺怎么总统跟外长同样坐在一架直升机上，太愚蠢了。这是官方账号对于人命可能丧生的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是用嘲讽的口吻，也是不可思议。而以色列暂时的内阁现在正在产生内讧，被说纳坦雅胡遭围困，左右为难，总理大卫有可能不保，在跟这个加沙走廊的各种冲突里意见不一致。所以呢，现在是不是有各种的阴谋论跟纳坦雅胡的处境也有关系？干脆就先把伊朗处理掉。当然，我们知道这位现在已经身亡的总统他也是属于比较激进派主战的这一方。亮哥，伊朗发生这样的意外，全球震惊了，但阴谋论大家揣测纷纷，怎么看呢？这个是当然，我听说第一时间美国就拼命向伊朗解释，说跟他没有关系，不是我干的这样。对。那当然，伊朗国内是比较指向以色列了
不过基本上这个就是要调查啦，你也不能随便指控啊。那可是因为很怪啦，就是说3架直升机如果是天候因素，怎么会刚好只有你有事呢？只掉了1架，2架平安回去。对啊，对啊。所以首先可能要先看调查的结果啦。不过就是这个莱西啊，他本来就是强硬派，可是他在伊朗的政坛，他的分量并不重啊。因为伊朗最主要还是那个最高领袖，就是那个哈梅内伊啊，哈梅内伊已经85岁了啊。那哈梅内伊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就是莱西啊。那莱西是强硬派，所以这样就可能要先组合，从那个保守派里面推一个人来准备接班了，因为85岁年纪已经够大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最高领袖已经濒临要换人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这个莱西突然就发生意外嘛啊。那莱西事实上他过去的这个经历啊，也容易让人家觉得他国内的政敌很多了，因为他是司法部的啊，是，所以他以前处死了很多政治犯啊，这等于是他干的啦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印尼那个普拉博沃。他后来不是跟那个佐科威的儿子合作吗？那才有办法得到年轻人的票啊。那这一位莱西先生哈，因为他以前处决了非常多的政治犯，所以伊朗的反对派对他是有仇恨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坦白讲，我这样讲有点无情了啊。说换一个人，也许对伊朗的政局会好一点啊。就是至少没有那么大的仇恨。那么鹰派跟激进吗？不，他不是，他是鹰派，又曾经历史上处决过很多反对派，成为攻击的目标，所以你就容易成为仇恨的目标。那如果你真的接班，接了最高领袖，哇，那我认为对伊朗不一定是好事啦。就是伊朗事实上3个权力巨头啦，就是最高领袖嘛，总统嘛，然后这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那这3个人里面，目前最没有力量的就是莱西了，所以我才说影响不会很大啊。那就是这个保守派要推派一个人嘛，不然现在副总统就先接嘛，50天内要接任啊。那可是就政党来讲，保守派一定要推一个领导人嘛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对伊朗的政局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这个就是很现实啦，就是你接任的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强硬，而且没有你以前带有那么多的政治的仇恨啊，所以对伊朗来讲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伊朗目前很多事情已经卡住了啦，比如说它通货膨胀常常动辄超过30%，然后会因为加油站涨个价就要引起暴动啊，就表示你这个政局其实并不是很稳啊。那这个你简单只能够说是反对派零零碎碎啊，没有办法团结成一股力量啊。那上次国会选举，竟然有数百万人杯葛投票，你知道吗？结果造成保守派大胜，怎么有这么蠢的行为呢？对不对？这个再怎么样也要投票啊，那可是就发生这种事情，就表示他这个国家反对派其实就是有点支离破碎，然后很多小的经济政策引起反弹，就会有那种群众运动各地出现啊。所以我是觉得他恐怕也要做一些内部的一些改革跟整顿啊。那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换一个人，搞不好会有新的机会。所以这次坠机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那当然，前阵子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哈梅尼在啦，所以他说，所谓的国政不会中断。可是的确是比较激进的啦，包括攻击用导弹攻击以色列啦，或者是扬言要动用核武器呀。彬哥，你怎么看现在伊朗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我必须讲，上一次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个做法，我觉得还挺有技巧。也就是我确实大规模攻击了，但是我又让你都拦到了，然后整个损伤也不是很大，双赢嘛。对，就是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是很怀疑以色列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干掉这个莱西。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去节外生枝去干掉伊朗的领袖，这个对他来讲并不见得是一盘好棋。因为万一被人家发现，其实整个情况有可能急转直下，
会变得更糟，那搞不好会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公愤也不一定。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会去做如此大胆的行动吗？我是存疑的。那当然，目前他到底是被人家暗杀的，还是直升机故障，还是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消息都很混乱，所以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而且伊朗本身内部政局是本来就有它自己的不稳定性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再去看，但是原则上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决定，大概就是第一副总统直接去接，那接大概就暂时可以稳定下来，因为只要哈米尼还在，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只是说，这个美国在施压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他们之间要就关系正常化，我一直觉得在这个时间推，我是觉得很奇怪。这个时间我怎么都想不出来，沙特阿拉伯会在这个节骨眼去同意跟以色列建交，或是进行更深一步的交往，因为这个对沙特阿拉伯的立场会立刻陷入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觉得我很怀疑美国在这个时候会给那个沙特阿拉伯多大的压力，然后沙特阿拉伯会予以接受吗？我是想不太通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不过最近真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刺杀的状况，所以表示这种乱局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会采取这种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这种到处都呈现那种突然之间刺杀的状况的话，其实这个会对很多就是各个国家潜伏的那些反对派或者不满分子会产生一种暗示性作用，也就是其他国家这样解决，那我们是不是也来采取这样解决？那你要知道，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几乎都会有一些不满啊，或是一些纷争存在，那会不会引导的让这些人铤而走险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个人是还蛮忧心的。那但是老实讲，伊朗因为他在中东其实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如果他呈现一个乱局的话，我觉得对现在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的中东情势是会更加不利。那当然，所以美国在第一时间也会赶快跟他讲说，不是我们干的，我没有这跟我们无关哦。那就是希望这边不要乱，因为如果伊朗也跟着一起乱，因为伊朗是它是两种势力在头，它有保守势力，也有比较冲动派的。那些衝動派到底會做出什麼事情來？說真的，也沒有人知道。那最後就是以色列現在這個局面到底要怎麼解決？假設伊朗這個真的不是摩薩德幹的話，那以色列現在它到底有沒有辦法快速解決拉法的問題？如果沒有辦法快速解決的話，我個人認為時間拖得越久，以色列自己內部遇到的反彈也會越大，到時候恐怕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因為中東現在已經夠亂了哦。小艦長，如果就這一架墜毀的直升機來看，有兩種，我看媒體上有兩種報道，一種是說，哎呀，它是這種怎麼可能總統的專機啊，可以太這麼容易輕易一個濃霧就可以墜毀了。另外一種說它有點老舊，過去有一些失事或者小小瑕疵的記錄過，你怎麼看呢？如果按照軍方的作為來講的話，或者是政府機構的作為的話，一定是挑這種機齡最短的，也就是它服役期間最短、最新的飛機給元首使用啊。那至於說相關的這飛行員呢，一定也是挑最好的。可是誠如剛剛所講的，3架飛機、2架飛機飛出了如此的一個惡劣天氣，為什麼只有這架飛機出事呢？那如果說我們看一開始的那個畫面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它天空中是不知道是飄的是雪還是雨哦。那也就是說不是，它是有一片一片的。那一個呢，其實也就代表它的天氣相對比較惡劣哦，而且到底是如何惡劣，然後會讓它直接的墜毀在山區哦，這個部分我不知道這架直升機上面有沒有類似黑盒子的裝置，如果有的話，日後我們才可以清楚的了解這個到底是什麼狀況，但是也未必啦。為什麼？因為如果是駕駛員的問題，或者是機上人員的問題，那這個又是一個無頭公案了。那最後看起來飛機狀況很正常，為什麼會墜機呢？還記得嗎？之前俄羅斯最大的傭兵，他的那架直升機一樣也是掉下來啊，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那另外我們看到有關於以色列
里面的政局啊，也就是甘孜跟纳坦雅胡之间呢。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上面这个是最近的一份民调啊，纳坦雅胡他的民调嘞是35%，其实，然后我们看甘孜的话，他也是暂时内阁的成员，他是45%，其实这45%是下降的，这个纳坦雅胡的35%是上升的。如果我们对应看今年2月的话，纳坦雅胡其实是32%，现在是35%，甘孜当初是48%，现在是45%啊。那其实呢，这个也就反映了那个以色列真正的它的一个国情啊。为什么？因为虽然大家这么多人，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内部也有非常多的示威游行反纳坦雅胡，但是他并不是反战争，也不是反那个以色列的部队在加萨走廊的行为，也不是反这个以色列限制了加萨走廊的这些人道援助。他真正反对的是什么？是纳坦雅胡，你怎么还不下台啊？而且纳坦雅胡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哈马斯达成一个人质的协议，也就是人质现在看到活的并不多，可是看到的遗体越来越多啊，这个是家属真正所担心的。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其实我们很难猜测以色列会变成什么样。不过加萨走廊的现在的一个危机似乎有所缓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搭的那个跳板啊，从今天开始已经大量的运输食物跟医药跟医药进入那个加沙走廊。好，世界很乱啊，当然，尤其是现在狂人政治家当道嘛，这样包括了阿根廷总统。很少看到有这样特殊的政治行为，他到西班牙去出访哦，可是出访期间他完全不见任何的官方人员，反而在跟在野党竞选期间的在野党的一个活动里头，直接这位米雷伊直接在马德里的活动里面公开的演讲，就说暗指人家的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他的妻子贪腐。西班牙的外长阿尔巴雷斯立刻非常愤怒地宣布要召回驻阿根廷的大使。他认为米雷伊的行为已经把西班牙跟阿根廷呢直接带到史上最糟的一个关系的这一刻。因为这米雷伊很特别，他3天到西班牙出访的行程，就是都不见任何的西班牙国王任何跟官方有关的人，那只参加了这个最大的在野党，就是桑杰斯的最大对手极右翼的活动。这个集会里头就这样攻击对方，那双方当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外交口水不断互相就很不对盘这2个人的关系，以至于在去年连大选的时候，支持米雷伊的竞争对手马萨啦，让米雷伊胜选之后也不跟他联系互相可能连恭喜都没有所以现在到人家的这个土地上面去攻击对方的妻子涉及贪腐，好像就是他的一贯风格吗？当然，西班牙交通部长就表示过去也曾经暗示过米雷伊服用毒品，互相攻击、互相伤害。那米雷伊就马上在几个小时之内发表官方声明说，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政策只会带来贫困跟死亡，置中产阶级于险境。当然，阿根廷的通膨问题很严重，它的经济状况是全球看到很难收拾的。例如一个很小的例子，民生的这个议题，首都的地铁票价居然可以一个晚上增加360%，你可以想象吗？这如果发生在台湾呢？因为呢，米雷伊所发起的这个预算紧缩运动，要提高这个国家的公共交通成本，所以首都布宜诺斯立刻地铁票价上涨一个晚上360%啦。那目前的通膨率是什么？很不可思议的289%。那最新的印钞是由谁印？中国大陆这里帮忙印钞的这个造币集团印了1万披索这个披索呢进到市场里面，看起来这个都是这种万级的这样的钞票，在想办法一直在印钞票，但问题通膨这么严重、这么高的比例之下，经济状况当然非常的严峻那米雷伊在节目上选前就曾经讲了，他想要甚至一度主张要把国币全部变成美元嘛他这些说法呢，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选上有做吗？那当时他说这个只有阿根廷唯一赚钱只有政客所以要放软态度什么。现在当选之后反而是放软中国的态度，不再强调这个货币要换的事实喽。那来看看秘鲁好了。
秘鲁的总统在南美洲这里、拉丁美洲这里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今年6月他就要访问中国大陆了哦。那么预计议程会涵盖各种主题，尤其是关注中国的牛肉出口。那光是中国出口肉类这个部分，根据估计下来，就可以帮秘鲁带来30亿或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这个是秘鲁农业部长讲的哦。由中资控股建设的秘鲁前凯码头，从11月投入营运之后，就借助了前凯码头带来的优势，有希望可以向新加坡出口冷冻鸡肉等等的。当然，就可以有很大的商机，改善一些这个国内需求的经济出口。还有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秘鲁登场。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则是呼吁要摒弃零和的思维，不搞脱钩断链，不建封闭的排他小圈子，想要把这个市场跟通路给扩大。那当然，现在航运股全球都一样啊，各种航运费用都不断的飙升当中，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个部分，因为从上海港出口到各大洲的航线，南美的航线呢涨势最猛啊！怎么说？因为呢，跟数字比起来，跟年初比一比，已经涨了130.47个百分比。业内人士说，因为船公司都在加大对南美市场的开拓，还有啊，因为南美很多的这个蠢蠢欲动，要对电动车增加进口税，所以及早啊传出来，各种电动车业者就赶快把车运出去，运到南美等等，以来规避关税。到时候进口就从南美洲进去美国等等其他地方，这都是其中很大的因素。本来全球在这个各种战争因素里头的航运的费用就已经不断的在攀升了。亮哥来看看西班牙这个跟阿根廷两国元首很特别的这种交锋。这个当然是米雷自己造成的啦。这个就是事实上，因为阿根廷的总统选举是2轮选举嘛，事实上他第一轮不到25%啊，那第2轮就赢了，因为就是右翼政党就集结嘛那这个就是这个跟选赖清德一样啦，就是你要选这种人，你就要承担后果。当然是这样啊，就是那不然谁叫你要让他当选，对不对那当然柯 P 也要去反省一下啦。你如果跟侯友宜搭，搞不好不会有这种状况不管他就是当选了，那他就是一个完全让人家摸不透的人嘛，不知道你在干嘛这个通膨一下压下去，现在突然又飙起来了那本来还说他不要用阿根廷的披索，要全部改美元，结果美国连理都不理他像他这种货币谁要用然后他现在又要退出金砖，然后现在发现经济不行，又想要请求金砖银行来协助，就乱成一团嘛。那个巴西鲁拉最聪明巴西总统鲁拉在他当选之后，他就说我半年内不会理他了，看他半年之后稳定了没有再说。还活着吗？对，我就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子弹都一直在乱飞嘛，那你要叫人家怎么因应你那反而在他周边的国家，像巴西，人家就很稳定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秘鲁你刚刚提到的秘鲁，实际上秘鲁不要小看那个前凯港那个前凯港如果从那个巴西拉到秘鲁的前凯港那个铁路完工那以后巴西很多在它的巴西中部的农产品要出口，它就不用绕过巴拿马运河，它可以直接从秘鲁的前凯港就出口那事实上那条铁路也是大陆投资的这个可能会改变整个南美洲跟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且会让巴拿马运河受到蛮大的冲击因为巴拿马运河跟美国比较密切嘛那可能就会导致啦，就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因为前海港的开通然后铁路的开通，然后从巴西会开始进口更多的这个农产品甚至还可能会波及巴拉圭所以这个台湾就要小心了啦因为巴拉圭理论上也是可以种大豆的因为中国大陆它不断的在降低跟美国采购大豆嘛。那目前它跟美国采购大豆的比例已经低于巴西了那未来大家也知道嘛，因为中国大陆也要到西伯利亚去开发农场，那可能也会种大豆所以未来美国的大豆农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办他的大豆不知道卖给谁因为光是中国大陆大概就已经减少了1000万吨的大豆的收购所以
这个实际上是有影响的啦，不只是秘鲁自己的农产品可以出口，而且还会包括巴西等那个南美洲的这个东部那些国家可以从这边出口。的确，通路为王，谁拥有的通路运费可以节省，当然就可以更促进经济的繁荣出口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阿根廷跟西班牙元首互相的这个口角冲突，但其实，在阿根廷境内经济的情况更是严峻。阿根廷的新任总统啊，他在去年12月10日就职的时候，他高喊2个口号：自由，另外一个是电锯。为什么喊自由，大家都很清楚啊。那至于为什么喊电锯啊，其实他是谈到说，之前的领导人遗留了下来一大堆的外债给他。第二个呢，也就是他除了尊节之外呢，他别无选择，他就要使用电疗的治疗的方式啊，也就是把这一些我们讲到的尊节，也就是用电锯来砍啊。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效？一点效果都没有。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了，选错总统，下场就是这样。意思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说啊，他一夜之间啊，他的那个地铁啊，其实票价涨了360%啊，但是这不是第一次啊。他在去年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上任后的4天，他的公车票从50披索涨到500披索。怎么样？这样子也是很震撼的吧。另外啊，我们来看啊，它的一个币值到底贬成什么样子？我们就看啊，这个就是他就职的时间开始，我们就看到披索一路的狂贬啊。当然，狂贬的数量是多少？它原来对美元啊是735，那在这个位置点是735元。然后可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是886，你看已经贬成这个样子了，贬成这个样子呢，然后刚刚还讲到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负面的评价，怎么说呢？我们继续的看啊，也就是说，它今年的那个预测的那个 GDP 啊，它会跌2.8%，能想象吗？第二个，我们看到它2024的预测的通货膨胀有93.7%啊，那但是去年它的一个通货膨胀到底有多少？是211.4%，所以这个国家要如何的挽救它的经济？最新的通膨是289。哦，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去年的数字，不是今年的数字。哦，今年吗？但是不是最新的，是2月的数字。那接下来啊，我们看到说，这个阿根廷它除了领导人之外，它的央行也很奇怪。它的央行呢，也就是现在它将实质利率呢降到负值。为什么降到负值呢？它要减少披索来支付利息，那这样适得其反。然后当然这个我们恶性循环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根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我们看到西班牙跟阿根廷像这样的冲突里头呢，所展现所谓就是国与国之间情绪性的冲突了，但是国与国的区域平衡更重要。你看贸易大战，不是？我觉得这个米雷伊哦，他真的有点毛病，也就是他提出了一大堆那种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然后他现在在做不断的修正，然后对一个你才刚刚掌权人来讲，你没有必要去节外生枝去得罪。而且跟你不相干的外国人去得罪他到底干什么？你可以不喜欢他，也许他支持你的竞争对手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基本的礼貌还是要重视。特别是你怎么会到人家国家疗养，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政府的官员全部都不见，然后在那边到处，这个根本就不像你根本就是制造仇恨嘛，你就找敌人嘛。阿根廷现在很强吗？经济状况很好吗？你自己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还拼命帮自己制造敌人，这不是乱搞一通在干嘛？那米雷伊本来打的如意算盘是，
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节跟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小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520就职典礼，新的团队、新的国政成立了。而在凯道上面，520这一天，我们看到了有巴勒斯坦的旗子，美国的国旗飘扬，独派们还在喊“小草们醒醒吧”，要喊年轻人回来民进党吗？那甚至说指控蓝白阵营出卖台湾吗？那相对的，也有民众怒呛台独孬孙，就在景福门前，这里设了一个陈抗区，这个区域就让一些民众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在这里表达嘛。典礼一开始就陆陆续有民众进出啦。当然各种的呛虾都有。那但是这个典礼进行是被说是从上一次蔡总统第一任当选的时候的规格，有雷虎小组啦、喷彩烟呐，各种很规格很高的画面。我今天早上在路上也看到了我们的国旗、直升机啊、机队编组在飞在半空中。但是呢，这个当中所展现的就是要以实际行动展现战训成效，这是国防部它的对外的新闻稿。而睽违20年之后，雷虎小组再度的为总统就职来冲场这样盛大的场面带来的是怎么样的赖清德的新时代呢？赖清德总统现在已经当选了第16任总统，正式上任之后，他说民主、和平、繁荣是国家路线，呼吁全民团结，为国家的生存发展，他会透过民主的力量团结所有国人，壮大国家。另外，同时来看到的是柯文哲在519游行会场前就是在就职之前，带的是民众党有8000人在现场，据说线上好像有6万人那相对于在立法院包围的有多少人？400位吗？甚至有人说100-200人，不知道。像这些青年在包围立法院，怒呛黄国昌站出来面对的时候北市特勤还带了这个甩棍树带来备战。所以当在野党要合法申请游行，结果亲绿的执政党侧翼来闹事你看看在基本还没出现在民众党的519草根行动还有这个4叉猫结果被发现这个是由徐福他们所公布的，就发现他们居然登记在记者的名单里进场的。那么当记的这个名字，比方说4叉猫跟鸡排妹呢，像郑家纯呢，他们也不敢自己去拿这个证，所以还要由别人带领搞了半天到现场去，还要在直播做访问，以记者的知名都新角色啦，就是用骗的骗到人家现场去，要闹场吗？那再来看看馆长咯，他怎么看今天520就职赖总统的谈话？我是一个坚定的台独分子，不是台独龟孙现在在钓虾的那个。守护台湾主权是我们的 DNA， 而不是你民进党跟民进党支持者拿来做一个意识形态的对立。支持我民进党，你就是台湾人；不支持我民进党，你就是中共代理人。原来是只有鸡排妹拿了这个记者证进到这个现场。馆长也是昨天在会场上的谈话。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对于赖清德的最新总统他的谈话回答是有什么说法呢？刚刚国台办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都已经发了声明，而共机共建在台海周边的活动持续的在各种的演练密集的进出当中。国防部的新闻稿告诉大家，到上午6点为止，一共侦获6架次的共机逾越了海峡中线舰次部分有7艘持续在台海周边的活动。那么所以传出来总统就职第一天呢，空军直接召回所有的飞官来待命吗？国防部就赶快澄清说没有，我们只是维持常态的运作，没有提升战备啦，那都是正常的监侦活动，没有特别全部召回或特别的紧张。所以今天很多媒体要访问新团队新阁员就任之后，包括了问顾立雄他怎么看国防部长即将上任，看两岸的关系跟评估。他说不应该由我来说，两岸危险会增加吗？他说我想赖总统的演说会依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亮哥依循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吗？他按着中华民国的宪法来就任为总统了，但谈到的两岸关系却现在看起来是更危险，风险更高了吗？赖清德的论述就是把我们所认知的赖清德的想法全部都直接摊出来了啦这真的就是我们说他的想法都写在脸上这样毫无保留了这个
就直接讲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那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都是国民，这个显然就是两国论的啦。而且就是他真的就是这样想嘛，那他大概就觉得说，反正我不想掩饰了，我就讲出来啊。那这个有2个方面值得注意啦，就是中国大陆是外交部先回应哦，是汪文斌的东西先出来，然后接下来国台办的陈冰华才出来啊。那通常是这样啦，就是2016年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哈，大陆大概隔了5个小时才做出回应。那我们事后有了解，是国台办有部分人认为可以过关，那可是到了上面的国安系统是反对啊。那后来不是未答完的考卷吗？就是给蔡英文的定调是这样啊。那这一次我觉得就是直接死当了啦，就是中国外交部跟这个国台办就是直接死当。他说死路一条。我说直接死当了，就是没有争议，就绝对是死当了啦哈。那我觉得他们是在判断2件事啦。第一个就是是不是美国策动的，是不是有美国合谋这个因素啦？那我认为他们判断是。CNN 的报道就已经告诉大家了，所以说是嘛，是那是就是外交部先回应，然后接下来就是陈冰华的回应哦。那接下来就是反制的措施是什么？哦，这个还没有讲啊，还没有讲啊，可是一定会有哦，所以大家安全带要绑好啊。而且我认为，如果这个事情背后是有美国，就是合谋啦，就允许这样的论调了啊，那我认为就会一路玩到11月，就是台湾牌。他就一路打下去了啦，或者他的选情，我觉得也包括外交上的斗争啦，因为普京刚访问完北京，普京刚访问完北京嘛啊，那美国对中俄联手也是非常火大啊，那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互相杠起来了啊，那他就大概我认为以美国这种国家啊，赖清德的演说稿一定有 A、B 版呐，那大概就是放手说你就讲你的 A 版这样，就说你要讲什么你就讲吧啊，我也无所谓了啊，因为我在想罗森伯格在1月13号之后来过2次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不了解赖清德要讲的内容要讲的是什么？对，那可是应该这种事情会比较仔细的运作啦。就是说，依我以前，因为我曾经参与过阿扁的部分啊，都是有一个最后的定稿人，那由各部门就是会诊，可能写什么样子，写什么样子，然后最后做会诊，那一定有比较硬的调子，比较软的调子，然后最后做一个组合这样啊。那我觉得美国大概最后就是说，你就讲你要讲的嘛啊。那所以出来放飞了吗？出来就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这个立场啊，他也没有唯心之论啊。说实在，他本来就是这种立场啊。那可是坦白说了，两岸互动是这样啊，就是你要打什么牌，你就会有什么牌来回应嘛。所以你今天看到台股就非常典型嘛啊，就是台股今天事实上开盘是涨的啊，也涨不多了，涨不到100点。对，跟日本、韩国不一样。前2天比起来，可是我今天雅股、日韩都是大涨。对，那可是到了中盘，它就掉下来了。尤其听到观光股，一听到这议题，立刻往下掉，那个瞬间就掉了100点。那个是在两岸互不隶属那一段跑掉急跌了啊，然后呢，然后你就看到撑盘嘛，撑盘到最后是涨了一点点这样啊。那像雄狮啊。雄狮就跌了3%，我觉得它前面，我觉得你如果要做国家的定位的论调，那是你的立场，这个我没有意见。可是你还把，就是你要怎样，我们才能够怎样啊，弄得一副好像，大陆对你的善意的，你就是一定要先在政治上有这样的认知啊，那后续的。
政府之间的那个民间交流才可以进行啊。我讲的政府，就是说必须要有政府政策支撑的民间交流啊。所以为什么旅游股会非常失望嘛？因为他们大概认定就是没了嘛，那可是可能还不止这样啦，因为你也知道嘛，那个贸易制裁、贸易壁垒调查，那只公布了第一波，完了是只公布了第一波嘛那后续还有啦，一大堆啦就是我认为只要有政府需要出面定调的两岸的政策，可能都会出问题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啊，事实上他不一定要玩那么大啦，可是你要这样玩，那也没办法。彬哥的确，虽然在谈话里头讲的是说我们要求两岸可以开始对话呀，我们可以友善的对话，但就是有一些前提条件，这些前提当然就涉及了最敏感的部分，所以他即使后面喊说我们要观光重复可以开放了或者是说我们学生最好可以先来交流，问题这个前提就很难同时存在基本上不可能的我觉得，因为赖清德这次很明显的比蔡英文又更往前走了一大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老共会容忍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接下来两岸之间至少在未来这几年大概是不会有任何交流，我认为就是这样。然后大概大陆那边会加强对台湾之间的一些措施，那包括观光啊，甚至这种农渔产品啊，或是其他的这些东西，我看都会开始紧缩。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赖清德讲了大陆最不能容忍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宪法的东西。这个顾立雄，亏你还是学法律你还说什么一切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宪法？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宪法哪里有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不隶属？什么时候有讲过这个东西？然后台湾是国民，到底是宪法里头哪里规定的？赖清德已经完全超越我们的宪法了，他在走他自己的路啊，这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也认同这是美国人允许的，因为你看美国国务院也直接称呼他台湾总统，对啊，所以就很明确了嘛。美国就是说赖清德你就这样干，那赖清德就很高兴就这样干。那但是问题是赖清德这样干之后，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想不会有人天真的以为老共会继续想要去跟赖清德谈，测他的底线，然后双方慢慢协商。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绝对不会。两岸之间就是一定会进入比蔡英文时代更加恶劣的状况。蔡英文时代我们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交流，冰河期，现在是现在是风冻期，整个就是冻结。冻结还算好的我会跟大家讲，冻结还算，冻结只是大家不往来接下来恐怕比冻结还要惨你今天看大陆的飞机跟军舰来的其实不算多。我认为大陆未来接下来的采取的动作恐怕不只是演习这么简单了，不是吓你而已。我觉得他会采取实质的东西，会实质让台湾有感的动作，包括经济的层面，包括其他政治方面的层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接招的东西。这个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我们自己的选举制度，我们自己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那当初选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有这个后果，这100%会有的。那现在就是应验了嘛。那应验了，大家要怎么去面对？未来两岸之间旅游什么全部都不可能的啦。我认为两岸像我们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相对低，对不对？我跟你讲，未来会更低。我认为两岸之间的经济活动未来会减少非常多。最新是28.5。对啊，因为最高的时候蔡英文的时候到43嘛，那现在到28.5，我看未来可能会到15以下。我是觉得非常有可能，那就是大家也可能是被迫。不依存了，大家就是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产业如何转型，怎么样让厂商继续生存下去，然后这样的冲击我们人民怎么接受，这都是政府必须要去考量。你不能只是一时寒爽，寒爽完之后你要去面对这个事实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才是赖清德真正考验的开始。大家绑好安全带吗？亮哥说，小舰长，当我们看到最近的军机啦或者军舰到台海空域当中，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接下来又有怎么样的预判呢？如果我们看上一节的题目它有一个标叫做“赖打造经济日不落”，经济3方面全是老梗，政治方面也是老梗，也就是这是蔡英文在2021年总统文告的时候，他就提到4个坚持里面的一个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现在又把他现在的赖总统，他又把他讲一次他讲了这么一次呢。
其实强化了这个互不隶属，而且在里面啊，我们大家要仔细的了解字中的含义啊。虽然赖总统是说，我们可以启动双边的那个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当初在马总统时代啊，两岸的这个学生交往人数最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世新大学念新闻硕士啊，那个时候一个班上面的20几个学生啊，那如果说都是如果以陆生来讲，20个学生里面可能只有1个学卫生，其他19个全部通通都是交换生。他现在把它框限到学卫生了，而且交换生真的愿意来吗？以现在大陆跟台湾的这种关系，我相信他们的家长也不放心啊。那至于说大家很喜欢啊，看这个海空的那个空域活动的这个示意图来比较啊，那其实我们如果比较这2个，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惊讶的部分，也就是5月20号今天早上公布的，其实只有6架次啊，6架次那个通过海峡中线。可是我们看5月15号，它有45架次，5月15号发生什么事？我看了半天，没有什么事发生，唯一的事情就是国台办惩戒5个名嘴，难道他们是来庆祝的吗？庆祝惩戒那5个名嘴，惩戒210将军，惩戒那个他每天都胡说八道，还说那个福建舰上面有裂痕呢。所以解放军的演习啊，其实我们很难预料。为什么？我们来看2021年的他们在南海的军演，这个南海的操演的范围里面，到底有多少艘船？这里面包含了山东号打击群，那它这里面一共有30艘船，有曾经报道过吗？并没有。也就是解放军在南海这样的演练，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媒体，甚至所谓的专家学者，都拿这些图来作为一种研判，但是其实不能研判，我们最多只能看它的一个趋势，或者是日后得到了什么样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分析。例如说，我们看到说，在1921年啊，我们可以看到1月4号，解放军的那个各型的无论是运八反潜机，或者是技侦机，或者是通信对抗机，所有的都在西南防空识别区。我们知道在做什么吗？我们不知道。后来终于南华早报告诉我们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也就是解放军跟美军在南海下面进行争斗，这个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是我们当天看这个图，其实看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其实就像刚刚郑亮老师所讲的，现在请大家扣好安全带，准备坐云霄飞车。